除了工程师、YouTuber 之外的头衔呢，今天欢迎叫我杨作家。带大家去亲自搜寻一下我的书，在 Kobo 上可以直接输入我的书名就看到我的书了，有没有真的觉得很感动的感觉？就是原来这么快就可以用 AI 帮自己做出一本书。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欢迎来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非常的意义重大，没错，除了工程师、YouTuber 之外的头衔呢，今天欢迎叫我杨作家。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的？是从我开始拍 YouTube 的时候，还是在更早以前？其实我在哈佛跟伯克莱读书的时候就有关注到我的。那个时候呢，其实我的主要 focus 不是在做影片，其实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写文章跟看文章。求学的时候就写了非常多的，不管是访问啊，或是我自己的一些观察等等，都放在像是换日线还有 Medium 这几个平台上。过了 N 年之后，其实一直以来呢，当作家都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吧，因为觉得透过文字能够传达出的情感，其实跟透过影片还是不太一样。个人就觉得，文字可以再更能够去深刻的刻画一个人的情感。那今天我也算是终于圆梦了，而且呢，这个圆梦的过程呢，远远比我想的来简单。因为我以前觉得出一本书，我还需要找出版社，然后还要跟很多编辑开会，然后定案，然后化妆啊、拍摄各种证件啊等等。但是呢，其实我只要用短短的大概10分钟左右呢，其实我就可以上架一整本完整的电子书。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做的呢？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用 Hex AI 做出的成果吧。大家看到这个封面图，这个 AI 帮我取的名字有一点矫情啦，叫做在矽谷做一个文组的幸存者。说实在，我觉得这个吸睛的程度还是蛮高的。这个是我在 Kobo 平台上自己创建的一个电子书，它这个呢其实就非常的简单，这个其实都是按照它所规定的填写就好，你的 title 啊 subtitle， 你的一些作者的话，最重要的呢就是你的图案。这个是我就是请他做了一个像是我的插画一样，大家看出来这个照片是跟现在长得有差很多嘛，就是那时候哈佛毕业的照片。然后还有这个 ebook 的 content， 就是这边是用 AI 帮我做出来的电子书。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电子书长怎么样子。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电子书的形式。如果大家有看电子书的话，大部分就是长这样，就算是非常简单，然后有各个的排版。它这边总共有6个大部，有18个章节，有一些作者序啊，这全部这里面的东西呢，都是我以前写过的文章，觉得好怀念哦。以前真的很会写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像是大家如果有去换日线曾经看过我的文章，就会有比如说像我之前写的关于裁员的省思，那些抵挡不过裁员潮的人，他们的美国梦也许就此是怎么念戛然而止嘛。而那些留下的人，在自己的生命里见证了矽谷的潮起潮落，在矽谷没有不散的宴席，身边的人来来去去也正常不过，在时代的巨轮推进之下，我们都是一个渺小的存在。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我说我写文章跟讲话是2回事吧？因为写文章才能很深刻的抒发自己的感情，但如果我用影片跟大家讲刚刚那句话，是不是觉得有点好笑呢？所以这边主要就是搜集了我很多文章，我就觉得好可惜都没有机会让他去见见这个世人嘛，或是去测试一下这个市场。然后这边 Medium 也有我的很多的文章，那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也就有点太分散了，现在人可能也没这么多时间去一篇一篇的找来看，而且他们会需要一个更加有故事性、更加有同整性的书籍，我觉得其实是对于现代人比较有帮助的。当然现在我觉得在做实体书，感觉已经不是我主要的 focus， 我觉得我想要追求的是电子书，而且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内容变成中英文2版的，那我就可以在台湾还有美国市场销售。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使用这个 Hex AI， 让我来重新的 demo 怎么样从零开始整理自己以前写过的文章，做出一个非常有系统架构的电子书吧。好，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Hex AI。Hex AI 我觉得它很厉害一点就是它其实不是只有专注单一功能的 AI agent， 它是有点强调一个 agentic workspace， 就是你在这个 Hex AI 上可以去完成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所以呢，像是我想做一本电子书，我需要去做市场调查，我需要去整理我之前的文章，我需要去做电子书的编排规划，还要做封面的图，甚至还要做就是之后的 marketing 的策略等等等等的。看像这边不管是 slide 啊、video、image， 或者写 document 或者做 deep research， 都可以在 Hex AI 上达成。所以我现在第一步呢，就是我现在要让 Hex AI 帮我去做一个我文章的分析。那这个我这边就有一个 prompt 可以给它，现在就把它贴进去。这个你可以用 deep research 的功能，因为呢你需要它做更多的 research 嘛。那它这个 deep research 就会帮你去找，我把我的网址也附给它了，然后想要让它找在台湾跟美国关于职涯发展最受欢迎的主题有哪一些。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现在大家应该也知道 AI Chatbox， 就是你不一定要用英文跟它对话，你用中
中文跟他对话，其实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我现在就是用中文在跟他对话，然后他就会把他的 thought process 都写出来，所以我觉得就非常的一目了然，而且很好懂。好，然后他现在就是说他现在要去分析市场趋势文章的内容啊，然后生成一个研究报告给我。那我们就来等待一下 AI 的生成吧。那现在 AI 它已经帮我分析完毕，根据我的文章的特色，还有现在畅销书受欢迎的地方，然后帮我做出了一个总结。我们来看一下 Hex AI 怎么帮我规划的吧。它就是会去做了一个完整的策略分析，就我感觉是非常的专业，就有点像是如果我是一个出版社编辑的话，我应该会想要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提案。它这边就是分析了台湾的趋势，还有美国市场的趋势，然后他总结就是他觉得我的文章非常适合在做 career change， 因为我之前写了蛮多关于从文组转工程师的一些心得，还有关于 AI 的冲击嘛，因为现在 like everything needs to be AI related， 所以跟 AI 有关的东西，当然大家都会非常的关注。那我之前也有写过一些怎么用 AI 提升你的履历能见度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大家对于海外的工作应该也是会有一定的好奇，所以他这边就是去看了我所有的文章，然后分别找出了3个我可以试着尝试的主题。那最后他最终的核心建议就是像大家看到的那个书上，他就觉得还是以文科作为一个出发点，然后在矽谷生存的一个法则，再加以我其他的经验作为一个分享。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已经非常的完整，而且他这边都有很多详细的注解，就代表说他这个 research 不是有点像是 AI 自己产生的幻觉，它其实都是有凭有据的根据。那接下来如果我现在想要根据这个报告，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也蛮有道理嘛，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做一个怎么样开始写文章的话，那我现在可以把这个报告下载下来，就到这个，因为我现在要开始做文章的编排嘛，所以我就到这边的这个 AI Writer， 它这边就是一个专门帮你写出好文章的 agent， 就把我刚刚的这个卖点分析，我之前已经整理了我在换日线上还有 Medium 的所有的文章，我现在就是要让它根据这个分析从里面找出适合放在各个章节的文章，做成一个完整的电子书给我。根据卖点分析和我所有的文章，帮我制作一本完整的电子书，包括每个章节还有里面要放的文章，不想要文章内容被改动。因为我觉得 AI 它在写文章跟人写文章，我觉得还是有蛮大的差别的，总觉得少了那点味道的感觉，所以我就不希望 AI 去帮我改动我文章的内容，就只希望帮我把排版等等弄得更顺一点，然后我可以直接上传到电子书平台。好。然后呢，我就把这个 prompt 看你是要什么 regular text、long text 都可以，然后我就把它交给 AI，AI 就会去帮我生成一个完整的电子书。那这个步骤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想想看，以前的如果你要去做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吧？你还要去一个一个 download 你的文章，你还要排版啊等等。因为其实以前在用那种 Word 什么就觉得挺难用的，因为要把它做的一个很规律，然后很整齐，可能每个平台都有各个不同的格式嘛。那我觉得交给 AI 之后，就是把这些不是很真的高价值的工作，我觉得真正高价值的工作其实是在创作创意，不管是拍影片或者写文章一样，就把这东西交给 AI 之后，就真的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时间。那在它在生成的过程之中，我们也可以来去做别的事情，因为我是说我想要做一个电子书嘛，电子书我觉得最重要的，不管是影片或书都一样，最重要就是你的封面要好看，要能够让大家觉得跟我有关联嘛。所以呢，我就可以用 Hex AI 来帮我制作一个电子书的封面。那我现在就可以来选择，我现在想做的当然是 Nano Banana Pro， 我觉得它在所有的图片生成模型之中的目前还是最厉害的，因为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它会对于人类的改动是最小的，就是不会有那种突然多一个什么帽子、鞋子或者多一个什么手跟脚之类的，所以我觉得 Nano Banana Pro 还是挺好用的。然后我现在就是想选择一个 4K 的形式，我想要做一个3个 variation。那我这边你要给它我的一些 inspiration 这样子，一个是我自己的图，另外2个是我在那个电子书的网站上的照，我觉得好像可以参考的类似的模式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要跟他讲说这个照片需要有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我现在就是把我这个标题都给他书名，帮我根据这个资讯和参考图片做一个电子书的封面，书名是在矽谷做一个文科的幸存者，然后做的是我。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Hex AI 会帮我做出什么样子的图片吧。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大家做的东西，你也可以去参考。所以这个很好用的地方就是，就像你可以开多个 agent 的同时帮你工作，基本上你的效率呢就是会非常的高。那我现在就是来等待一下他帮我做的这个 AI 的图片。那接下来其实我现在做完了图片跟书籍之后呢，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
的下一步是我的行销计划，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吧。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想跟行销公司合作，或者你想要自己去 pitch 一些 idea 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需要制作 PowerPoint。所以我现在就是也是一样用 Hix AI 的功能，这里有一个 AI Slides， 它也是可以用 Nano Banana Pro 帮你生图，帮你制作投影片。比如说我要给他我的书籍，他可能读不到，我给他我的卖点分析好了，然后还有我的这个之前上一次做的图片，我就要叫他根据这个帮我制作一个行销规划的投影片。基本上一个人都可以做好这些东西，而且如果你有不满意的地方，都可以透过 Hix AI 直接跟他沟通，就可以马上的修改。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之前做的这个图片，他还在努力的做，这个章节还在努力的做，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同时有3个 agent 在帮我做事。这个做简报的地方，他也会告诉我说他想要什么风格。我现在想要目标受众、内部策略团队、目标客群化，这些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好，全部 confirm。那它在生成的过程中，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真的做完这本书，你应该如何去上架。那在国外 Amazon 有一个 KDP 的平台，等到我这本书都做好之后，我就会再叫 Hix AI 帮我翻译成英文之后，就可以直接无缝接轨上架到 Amazon 的 KDP。但如果像我是我主要的观众，尤其是我主要的写作的语言还是在中文的话，那我要怎么样上架，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那我这次尝试的是一个叫做 Kobo 的平台。那 Kobo 的平台，你只要去登入 sign up 成一个作者之后，你这边就有你的书籍的 sale， 然后还有你这边正在被审核中的 ebook。那这个 ebook 其实打开来，它的填写方式就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你的 AI 告诉你填什么，就把它填进去 ，title 啊、subtitle 啊，然后一些 category 重点就是你的这个图跟你的这个档案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叫 AI 帮你做 EPUB 或是 docx 之类的档案，这样你就可以直接非常快速的上传。你就是选择 publish 之后，系统会需要大概1到3天的时间去帮你做一些审核啊，所以这就可以稍微等待一下。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帮我做好了。现在这个做投影片的 agent 就在帮我分析每一页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OK， 哦，哇哦，挺可爱的哎，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感觉还蛮适合电子书的感觉。然后这张是interesting 哦，他把我的人变成有点长得不像我。不过呢，也有一个看戏骨金门大桥拿着哈佛证书的这个漫画，我也蛮喜欢的。然后这个就中规中矩。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我感觉比较喜欢第2个，但是第2个可能下面是要我的人之类的，这时候我可能就可以再跟 AI 去做更深一步的对话跟协调。我们来最后看一下，他应该还在努力的帮我做这本书。做书的时间需要长一点，所以大家可能要给他比较多的时间。那就是 Hix AI， 它除了刚刚我所展示的功能之外，它还有制作影片的功能。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用，而且它可以去选择很多不同的 model。那我比较喜欢的还是 Google 最新的影片模型的 model， 我觉得那个也是最好的。然后也可以选择1080做多久啊。太好的地方是因为我之前需要做很多 B roll 的时候，就是会忘记去拍，或者是讲到一些专业的东西，然后我想要让它用影片呈现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基本上就是用一个 prompt， 它就可以帮我去生成这个影片。基本上就是看你有什么需要就可以去使用。好，那现在 Hix AI 已经做完了这个 PowerPoint 的电子书的行销计划，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做得怎么样吧。他做了10页的影片，哇，他还有帮我去分析市场的趋势，还有台湾有职涯焦虑高峰，有吗？台湾有职涯焦虑高峰，我怎么觉得矽谷的职涯焦虑好像比较严重一点？还有这个目标的客群，然后差异化，这个就真的是我觉得很完整。然后它还有衍生商品，还有长期的获利模式。所以我3年的获利预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第1年会赚到10万块的电子书，我还可以去开设相关的线上课程，然后还可以去跟企业培训，还有这些行动的方案，就觉得他做的有一些内容，你可能要再稍微自己的微调一下。不过我觉得如果做一个初稿，要跟出版社或是谁讨论想要行销这本书，就比如说我自己上架之后，我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放在平台上卖不够，需要别人帮我卖。那我想要给他们对我自己的一些 assessment 的话，其实我觉得用 Hix AI 就可以做出一个快速而且可以很容易去说服别人的投影片。好，那今天的影片算是从无到有，也不能说完全从无啦，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几年来写的文章，其实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把它出成一本书。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自我的实现吧，因为我觉得透过文字可以让我去更深层的思考，借由现在 AI 的力量，就会发现其实不管去实现你自己的梦想或怎么样的，其实永远的 blocker 就是你自己。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工具可以帮助你了，像我今天使用的 Hix AI， 它可以去帮我做完整的市场规划，帮我去做一本电子书，做电子书的封面，甚至还能做影片，然后行销分析等等。基本上在这个平台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完成。
成。所以如果你也有不管是作者梦或者什么样子的梦想想要实现吗？那就可以一起来试用一下 Hex AI 吧。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然后如果想再去回味一下我之前写的旧文章的话，欢迎点选以下的链接来看一下，然后留言告诉我说你最喜欢我写的哪一篇文章。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拜拜！带大家去亲自搜寻一下我的书，在 Kobo 上可以直接输入我的书名。就看到我的书，有没有真的觉得很感动的感觉？就是原来这么快就可以用 AI 帮自己做出一本书。